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说的是俄军如何克制海马斯，抓不住炮车还找不到弹药库吗？根据俄罗斯 RT 新闻报道，俄罗斯空天军袭击了乌克兰的一个弹药库，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弹药库里面呢有100多枚美国制造的火箭弹被摧毁。这一下呢，乌克兰方面肯定要感到肉疼呢。海马斯确实给俄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它信息化程度高，机动灵活，设计的精度很高，所以对乌克兰战场上的俄军呢威胁很大。美国国防部统计认为，乌克兰使用海马斯摧毁了100多个俄军高价值的目标，比如说弹药库、远程炮兵阵地、指挥所、防空阵地以及雷达和通信节点。另外，海马斯发射的制导型的火箭弹呢，价格也不贵，只要16.8万美元一发。在乌克兰战争第一阶段呢，声名大噪的标枪单兵反坦克导弹，那它还需要8万美元一发呢。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呢，海马斯所使用的227毫米的制导型的火箭弹呢，是一种造得起、用得起、也支援得起的军火。虽然美国现在只有几万枚火箭弹的库存，已经严重不足，但是只要理顺了国会、政府和军火商之间的关系，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大幅度的增加制导火箭弹的产量呢，也不是什么实现不了的事儿。那么俄军如何克制海马斯呢？从传统战法上来说呢，反炮兵技术是用雷达来探测对方火箭弹的弹道，反推解算出它的发射的位置，然后动用炮兵、航空兵甚至是战术弹道导弹来进行反击摧毁。但俄军要做到这一点呢，有困难，主要是因为俄军缺乏高水平的炮兵侦察雷达，炮兵指挥体系的信息化程度呢也不高。俄军虽然有一部分大口径的火箭炮和地对地导弹，射程呢远远超过海马斯，但是他们的反应速度不适合执行这种反炮兵任务。俄军的炮兵指挥流程还没走完，打完就跑的海马斯已经逃之夭夭了。另外一种办法就是通过持续的空中侦察来发现、识别、定位海马斯，无论它是在机动、休整还是在放列准备发射阶段，只要被发现就可以出动航空兵呢从空中进行打击。如果俄军拥有长航时察打一体的无人机，那就更好办了。问题在于俄军现在没有这种高效率的航空侦察能力和快速的火力反应能力，空天军呢出动次数很少，更没有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快捷的反应体系。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对今天在乌克兰战场上鏖战的俄军来说呢，还是一种奢望。那俄军就真的拿海马斯没办法了吗？海马斯所发射的火箭弹固然很便宜，但是在乌克兰本地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必须漂洋过海，先运到波兰，再从陆路运送到乌克兰。所以在乌东前线呢，海马斯火箭弹的储备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每门炮每天只发射2次，按照乌克兰现在投入战场的8门火箭炮来计算的话，每天就要消耗96发火箭弹。火箭弹又不可能跟着发射车到处机动，一般来说呢是存放在某一个固定的地点。当炮车需要出击作战的时候，要用专用的装填车从军火库里面呢把火箭弹提出来，与发射车呢汇合。在这个过程中呢，发射车、装填车都是机动的，军火库是固定的。那到处机动的车辆不好抓，这个固定不动的弹药库存点那就很容易抓住啊，而且摧毁这些军火库难度就小多了。俄军特种兵部队的水平和能力还是相当牛的，是可以在乌克兰后方开展侦察活动，想办法找到海马斯火箭弹的存放地点。在这次战斗中俄军出动航空兵摧毁了100发海马斯火箭弹的库存，这些弹药要是倾泻到俄军头上呢，所造成的损失肯定会更大。如果今后能有效的摧毁弹药库，就会让乌军利用海马斯组织反击战变成无米之炊。水无常形，兵无定势，我们可以看看俄军还有哪些有效的战术能够改变被动的局面。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